恕你无罪。讲，这不明摆着吗？那些殿前大臣呀，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依奴婢的，大殿之上，谁要是提出不让姓曾的办团练，那好啊，就让他率兵去打太平军。他万一有本事，能够打赢那些乱匪草寇，收复失地，那姓曾的不就也不用办什么团练了吗？哼，指望他们，个个都是纸上谈兵，嘴上的功夫。说他们是脓包不好听，说他们是草包一点都不为过。这就对了，他们呀是自己不打，也不让别人打。那大清国的江山可怎么办呢？那些失陷的城池又该怎么办呢？难道说眼睁睁地看着大清领土就这么一点点变少，他们就大快人心了？说白了一句话，他们不让曾国藩去办团练，就是怕万一曾国藩打赢了太平军，那功劳不就全归姓曾的了吗？他们呢，是一点也沾不上边儿，所以才出面反对的。所以我说呀，皇上根本不用理会他们的言语。可是万一曾国藩打赢了，拥兵自重，不听朝廷的怎么办？江山是皇上的，有了江山才有朝廷。要是连江山都没了，哪还有朝廷啊？依奴婢看，皇上尽管放手让曾国藩办团练，让他跟太平军打头阵。如果他打败了，那朝廷也没什么损失啊。可如果他打赢了，元气也就伤了，怎么还敢跟朝廷作对呢？到时候皇上封他个什么名分，解散了他的团练，兵权已收，虚名以待。老话说得好啊，孙悟空本事再大，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皇上是一国之君，怕个姓曾的做什么呀？皇上，不知奴婢所言对不对啊？对呀，高见呐！兰儿，你把曾国藩胜败的两种结果都想好了，朕还能说什么呢？如果比脑子，兰儿的脑子可比殿前的大臣、王爷、贝勒们清楚多了。多谢皇上夸奖。那皇上现在心情好点了吗？好多了。那就好。哎呀，光顾着说话了。皇上，您稍微歇息一下，奴婢给您准备了样东西，这就去拿。皇上，您在木兰围场期间，我学会了个煲汤，对鞍马劳顿、恢复疲劳最有好处了。皇上您尝尝，看看符不符合口味。奴婢知罪，奴婢知罪。何罪之有啊？光顾着给皇上喝汤了，忘记了祖宗的规矩，应该先给太监尝了，再给皇上品尝的。要不奴婢先尝。
那是我亲眼见的呀！就今儿下午，外拆房纸坊里头，安德兴跟他们全家见面了，有他弟、他妹，还有那瞎妈，全在那儿呢。您坐。不是顺王爷不是已经关照了吗？每5000两银子不能放人，这怎么稀里糊涂的全都跑到园子门口来了？说的是呢。你们查了没有啊？到底是安德兴自个儿攒足银子把他爹赎出来的，还是有人暗地帮忙？我查了，这事儿啊，完全是兰贵人一手所为。还有一个什么荣禄荣军爷，是他亲自到河北任丘办的这档子事儿。李成吉一堆的屁话，万岁爷也不问真假，忙不颠的就去了宜兰殿探望兰贵人。没容奴婢反应，进士房便发出皇上口谕，兰贵人照信办寝。刘总管，奴婢已经没脸再回宜兰殿，回皇上身边做事又会被安德兴和小粽子那帮人看死，所以奴婢特意前来求教刘总管。何去何从？望您替奴婢出个主意。这事儿不忙，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呀。皇上这回回来，不是直接把您带到寝宫招幸办寝了吗？并没有直接招幸兰贵人呢。其实我觉着啊，目前对您来说，怎么拢住皇上，这是一至关重要的课题。哦，我明儿个呀就去禀报太佛爷。让太佛爷帮您拿拿主意，不就齐了吗？红珠谢刘大总管。哎，别！红珠姑娘发达那天，别忘了刘福还帮过您那么一丁点的小忙，这就够了。关于曾国藩办团练一事，朕已恩准，就这么办了，由肃顺牵头。按朕的意思，你一道圣旨。同意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对于他在朝廷危难之机挺身而出的勇气，朕深感欣慰，予以褒奖。同时，由司库作为曾国藩办团练的军需之用。臣遵旨。启禀兰主子，说。敬事房传下太佛爷遗旨，说让您明日随万岁爷到慈宁宫，准备参加后天太佛爷的寿诞庆典。哟，奇怪了，太佛爷不是说宫中一切的庆典都不允许我参加吗？怎么突然给了我这么大面子呀？这奴才也不知，大概是太佛爷回心转意。你相信吗？奴才也不信。这不就得了？一定是有事儿。太佛爷对我能安什么好心啊？不过也不怕，许久没见过太佛爷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怪想他呢。咱们就去会会他。哎，安公公，奴才在。明天你陪我和皇上去慈宁宫。这。得。
传的信。这。奴才安德兴给蓝主子请大安。起来吧，你们先出去。是。见着荣禄了？回蓝主子话，见着了。荣军爷按照您的指示，这2天在朝廷内外多方打探，终于有结果了。怎么样？果然不出所料，皇族的那些本家王爷，还有那些拍马屁的大臣们，正在暗中联络。他们准备联名给皇上上书，说是要以保住大清的江山社稷和皇脉后继有人为名，逼着皇上立大阿哥皇太子。看来他们是坐不住了。皇上知道了吗？回蓝主子，皇上还不知道。据荣军爷说，他们虽然在暗中准备，但是还没把折子递给皇上。我就不明白了，他们到底抓着皇上的什么痛脚了？皇上年纪轻轻的，他为什么一口咬定说皇上不能生出个一男半女的？我一进园子不就怀上了？这就证明皇上是有生育能力的呀。安德新，奴才在。你在皇上身边待的时间长，你说说，皇上真的有这病吗？回主子话，奴才是在皇上身边伺候多年，但始终没听说皇上下身有病。不过最近朝廷上下、宫里宫外都盛传说皇上得的是……说。主子恕罪，说皇上得的是脏病。脏病？这怎么可能啊？据他们所说，皇上前2年年纪尚轻，心浮气躁，喜欢微服出宫，在京城玩耍，曾多次在八大胡同那些姚姐们那儿留宿，故而得了此病，使得皇上自大婚至今，除了丽贵妃生有1女，兰贵人曾经怀有子嗣之外，没有任何嫔妃给万岁爷怀过一男半女。那依你看，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呀？会不会皇上真的有这病啊？回蓝主子话，此事奴才不敢妄加猜测，只是觉得万岁爷不应该得了这个脏病。如果真是有的话，那么被万岁爷宠幸过的嫔妃有可能都染上这个病。可是至今为止，没有听说任何人染上此病，所以奴才以为这种讹传不应该相信。不过万岁爷从小体弱多病，骑马练剑的时候又伤过大腿，所以不管是真是假吧，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找机会去太医院，问问那些太医，问遍所有给皇上看过病的太医，这样我们不就知道了吗？回蓝主子话，此事恐有不妥。有关万岁爷的病情，乃是宫里的最高机密，根本不能让外人知道。尤其对皇族成员，一向是秘而不宣；对那些子嗣繁茂的本家王爷，更是严加防范。要是从太医那儿问不出来，那你就去把药方给我找来，咱们拿着药方也能查出皇上是不是得这病。知道了就……回蓝主子话，这么做更加不妥。凡太医给万岁爷诊病，处方一律交由万岁爷本人收藏，其他人不得私留，违例者斩。要想得到处方，谈何容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什么才行啊？我就是担心，万一让传言说中了，又没人敢告诉皇上，那这病不就给耽误了？非但皇上生不出一男半女，连皇位也保不住了呀！这可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了，等你有机会出宫，偷偷的去寻一些秘方，我呢私底下跟皇上好好说说，这样又给皇上治了病，又保住了皇上的颜面呀。回蓝主子，这主意是个好主意，不过宫里头有规矩，从来不准上宫外头寻医问药，一旦传出去，那还是掉脑袋的事。说了半天你都说不行，安德新，你是不是怕了？回蓝主子，
奴才说过，为了万岁爷和兰主子，奴才宁可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有你这句话就好。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要是不干的话，现在是可以不掉脑袋，只怕是1年以后，我再怀不上皇上的子嗣，活着会比掉了脑袋还难受。到了这会儿，我也没别的选择了。现在想尽一切办法，我也要怀上这孩子。只有这样，才能让大清国皇脉延续；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太佛爷和那些心怀叵测的王爷呀、大臣呀都闭上嘴，别再提什么另立大阿哥、皇太子的事儿了。安德新，奴才在。经你那么一提，我确实觉得这事儿危险，就难为你了。千万小心，一旦出了纰漏，回兰主的话，您就放心吧。奴才这就告假出园，遍访名医，一定要找到治此病的秘方。好，拜托你了。大总管，红珠答应来了。来了吗？来了。那快请进啊！哎，好。红主子驾到，奴才不知有失远迎，请红主子恕罪。免礼。我要单独跟刘总管聊会儿天儿，说会儿话，你们都先下去吧。是。红主子，有什么事您原一声，我上您这儿磕头就行了。您干嘛还跑到我这小庙里头来呀？说起来，你这庙不大不小啊。不过，你没听人说吗？庙小神仙大，池浅王八多呀。红主子，您真会说笑话。王八多，那人庙小池浅是真是，可是这王八多，说笑，别当真。刘总管，以后可千万别再这么主子的叫唤了。如果没有你刘大总管帮忙，我能有今天的名分？俗话说得好，饮水思源。我红珠可不是那种有了出头之日就忘了那些恩人的忘恩负义之徒。哎呦，红主子，瞧您这话说哪儿去了？要说奴才原先帮过您的忙，实在是不敢当，那是您应该得的名分，那是您命里头修来的，再加上太佛爷的宏恩浩荡，哎，奴才就是做了点分内之事。说的也是，太佛爷对我的恩德，别说这辈子，就是下辈子我也报答不完。听慈宁宫太佛爷的贴身丫鬟说，你有事找我。回红主子话，我哪敢呀？是太佛爷传话说让我找找您。太佛爷找我，什么事儿？回您的话，您知道太佛爷为什么当着那么些嫔妃的面把您赐给皇上吗？这不明摆着，太佛爷恨兰儿，更恨万岁爷专宠他，把我赐给万岁爷，无非是想让我把兰儿顶掉。红主子所言极是，但这只是其一，不是根本的原因。什么意思？回红主的话，其实太佛爷的真正目的啊，是想让红主子您替他抱孙子。真的？太佛爷真的这么看重我？那是啊。哎，太佛爷着实担心的，皇上生不了儿子，更担心他自个儿抱不上孙子。万岁爷年纪尚轻，身体也不错，怎么会生不了？兰贵人不就怀了万岁爷的子嗣？老天有眼，让他闻麝香掉了，活该！一提起他，我就一脑门子气。回您的话，奴才呀，听外头人传言，说是万岁爷得了一种说不出口的病，只有把这病治好了，您才能够怀上大清国万岁爷的子嗣。到那时候，您就中头彩了。哎，弄不好啊，就跟太佛爷说的似的，一旦有喜，就可能加封个贵妃什么的。嘿嘿，到那时候您就是风光无限的。
甭说他兰儿了，那就是皇后主子也得敬您3分，不是啊？您说万岁爷得了病，这个我可实在是看不出啊。只是皇上他……皇上怎么了？也没什么。我被万岁爷招幸办寝的时候，只知道他夜里经常盗汗，的确是有下身瘙痒的毛病。他不断的用手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声音很吓人的。算了，既然知道皇上得了这种病，那就赶紧找人帮他治啊。您说的是，太佛爷要想抱孙子，那首先得把皇上的病治好了。可是皇上这人太要面子，讳疾忌医，太佛爷也不能够硬逼他呀。啊，毕竟不是亲生的。再者说了，这里头还有个理儿啊面儿的事儿，所以太佛爷的意思啊，得想一法子，打皇上那儿啊弄一张太医院的处方，有了处方，有了证据，那太佛爷才能够从宫外请名医帮他治。您说是这么回事吧？是倒是，但是太医给皇上看病的药方从来不让外人看。如果当真是这种拿不到桌面上的病，那就更不可能让别人知道了。怎么能拿得到呢？洪主子，洪主子，您仔细的琢磨琢磨，啊，要想替万岁爷生儿子，那就得治好他这病。要想把这病治好了，就得拿着处方，有了处方才能证明万岁爷有这个病，太佛爷才能出面劝万岁爷去治病。到那时候，您才能够替万岁爷生个大胖小子。您说是这理儿不？是，但如果能拿到这处方的话，那……哎，太佛爷让奴才把您请来呀，为的就是这个。偷啊！那如果被抓到，就是死罪呀！嗨，太佛爷给您撑腰，您怕谁呀？现在只有这办法了。皇上能不能治好病，您能不能怀上皇上的儿子，这可全靠您自个儿了。得嘞，我这儿先给您道喜了。放心吧，你去给太佛爷回个话，就说奴婢红珠一定会办得到，就让太佛爷请。
刘福啊，奴才在。这真是宫中王太医开的药方吗？回您的话，正是。红珠办这事儿的时候啊，奴才不放心，所以特地差人在暗中监视他。红珠的确是从养心殿后殿皇上藏药方那小匣子里头把这药方拿出来的。要真是这样，这红珠啊，可真是立了大功了，得重重的赏他。太佛呀，您不是已经赏他一答应的名分了吗？这都是应该干的，您别把这事儿搁心上。听你这意思，我不该赏他，我该重重的赏你才是。哎，这奴才不敢。启禀太傅爷，顺亲王求见。哦，让他进来吧。行了，你也累了，好好回去歇着吧。那奴才告退了。回头我赏你。微臣给太傅爷请安。免礼。你说过，只要拿到处方证明。这事儿
程。一旦我发现结果，证明此方确系日脏病所有，到那个时候，一切都好办。奴才给蓝主子请安。回来了。这宫里情况怎么样啊？回蓝主子话，小粽子捎过话来说，皇上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回不了园子。回蓝主子话，小粽子捎过话来说，皇上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回不了园子。回不了园子？我看皇上是被红珠那个小妖精把魂儿给勾走了，要不然这么长时间了，他连园子回都不回一次。回蓝主子话，皇上现在也是身不由己。自打上次太佛爷发话，责令皇上按照祖宗家法不得专宠嫔妃，于是这才让他不回圆明园，只让他在宫里头宠幸后宫的嫔妃、贵妃还有皇后。据小粽子讲，自打上次之后，皇上也就宠幸过红珠一回，这还是看在太佛爷的面子上。据奴才以为，皇上还是更喜欢蓝主子。在园子的时候，奴才就常听见皇上跟蓝主子议论朝政之事，他还是很愿意听您的主张。当然，小粽子说，皇上跟红珠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只字未提。是，红珠哪能跟您比呢？她毕竟大字不识几个。您可是多才多艺，就说您那一个双手写梅花篆字的绝技，那可就不是一般的嫔妃能够比得了的呀。因此，奴才觉得蓝主子大可不必心急，相信皇上很快就能回到圆明园。此时您万万不可记恨皇上，皇上回不了园子跟您在一起，那也是实出无奈，还万望蓝主子明察。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在皇上身边待的时间长，在这儿替他说顺情好话呢。奴才不敢。其实皇上未必喜欢我懂得多，要我说，他更喜欢什么都不懂的女人。男人嘛，也许都一样。不说这些了，哎，你过来。前几次你从园子外面淘回来那些秘方啊，我都查过医书了，看来没太大用场。你能不能抓紧时间，趁皇上这阵儿不在园子里，再出去几趟，多弄点秘方回来呀？回蓝主子话，奴才最近恐怕出不去。为什么？回蓝主子话，奴才是说最近出不去园子。什么意思？有人盯着奴才。真的？儿臣给皇额娘请安。你来了，你们下去吧。皇额娘，急匆匆的叫儿臣过来，有什么事儿吗？来，咱们娘俩这边说话。皇儿最近没回园子里，住在宫里还习惯吧？回皇额娘，儿臣住的习惯。园子里啊出事儿。嗨，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额娘就都告诉你吧。园子里传来消息啊，说那个兰贵人正在四处寻找秘方。皇上知道这事儿吗？儿臣不知道啊。儿臣上次给皇额娘祝寿，至今都留在宫里，没有回到园中。儿臣更没有见过兰儿，怎么，兰儿她病了？她病不病的，只有她自个儿知道。只不过，为娘的要提醒你一句话呀。皇额娘，儿臣有病，一直由太医院的太医们亲自诊治，儿臣更没有吩咐过人到园子外面去寻医问药啊。谁说你病了？我是说他。他？
您是说兰儿病了？先开始啊，我也以为是别人在那儿胡说八道，可是仔细想来还真是。你想想啊，这兰儿进园子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从来没有有喜的消息。她不是以前给你怀过子嗣吗？可惜小产了。想来这事儿真是可惜。可是她进园子这大半年了，属跟你待在一块儿的时间最长。我问了园子里面的宫女了，不光这兰贵人没有喜，别的嫔妃也没有喜。我就在想了，会不会是这兰儿身上得了什么病？这就……皇上，皇额娘，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儿臣从来没有发现身上有什么不妥之处，儿臣也没发现兰儿身上有什么不妥啊。毕竟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呢？如果那兰儿真给我皇儿传染了那种病，那可得加紧治，越早治越好。皇儿啊，咱们可不能办那种遗恨万年、抱憾终生的事情啊！我听说太医院的萧太医专门会治这种病，要不然皇额娘……皇额娘，不用了。你要是觉着太医院的太医给你治这种病不大方便的话，皇额娘就从宫外给你找人来治。你不用这么心事重重的，也不用紧张。我听宫里的老人说啊，乾隆爷和嘉庆爷都是从宫外找的人来治的这种病，你真的不必太紧张了。皇额娘，儿臣没病。如果儿臣真的有病的话，儿臣一定听皇额娘的话。皇上啊，反正病在你身上，为娘的也只能说到这份上。你可不知道啊，我做梦都想抱上大孙子，可是现在，要不然我怎么能立下那规矩呢？先有喜再册封，谁想到你心急，偏要册封这个兰儿。现在看来，大半年的时间都过去了，他是一点喜信都没有。我看也指望不上他了。你让为娘怎么办？这个，现在不是还不到半年吗？既然立了规矩，咱们就按照规矩办吧。反正你是皇上，你说了算。也是，既然咱们给这兰贵人立了1年的大限，那咱得说话算数，得讲信用。不过，如果让我查出他身上真有那脏病，别说贵人这名分了，这时限呐什么的都不能作数了啊！皇上，皇额娘，兰儿真的不可能有病，她真的不可能有病。可能不可能的再说吧。反正啊，这段日子你就住在宫里吧。我觉着你也别回园子里了。在我没有查清这兰贵人身上到底有没有脏病之前，皇上不能跟她同房，记住了吗？儿臣遵命。来人，哥，速去圆明园，传圆明园安宫监回宫见朕，说朕有急事传他。得令后马上回宫，不得有误。哥。启禀安宫监，皇上令你火速前往宫里复命。这儿。兰主子，兰主子。时间紧迫，
破奴才就一句话：万岁爷急召奴才进宫。看起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有什么情况，奴才回来再向您禀报。哎，等等，问一下万岁爷，什么时候回园子？这又会有什么事儿啊？这真的不是。顺王爷，卑职我自幼苦读医书，对药性赋和《黄帝内经》几乎可以倒背如流啊，可以断定，此方啊，只是滋阴补肾的普通药方，绝非顺王爷所言是什么治脏病的秘方。卑职我斗胆问一句，顺王爷找这种秘方，是您身上不舒服？这哪跟哪儿啊？万岁爷请安。平身。谢万岁爷。安德新，奴才在。听太佛爷说，最近园中有人屡次出园，到民间去寻找名医秘方，据说是兰贵人指使的，有这么回事吗？这个，快讲，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启禀万岁爷，万岁爷，您最近不在园中，兰贵人闲暇无事，经常在东书房看书，特别是对那些医书爱不释手，尤其是对那些治疗疑难杂症的偏方妙药大感兴趣，这才命奴才到园子外边去寻找，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可园子里的人都说是兰，你跟了朕这么多年了，朕也没把你当外人。启禀万岁爷，兰贵人绝无此病，这一定是有人有意陷害。万岁爷，请想，如果兰贵人得了此病，万岁爷您早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龙体康健。朕也觉着兰姑娘身子的确没什么异样，朕也觉着自己的身子没什么不对劲呢。这一定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又要在背后造谣生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你马上派牙婆去给兰贵人检查一下身体，不管有无异样，马上派人报朕。这奴才这就去办。站住！奴才安德兴给红主子请安，祝红主子吉祥。哟，我怎么听这话那么不顺耳呀？是不是安宫监说这话说得很不情愿呢？奴才不敢。什么不敢？你从来就敢。安德兴，你也太目中无人了，跟我走个照面，连个招呼都不打。像你这样目中无主子，该当何罪？奴才知罪。
奴才知罪。告诉你，安德兴，别以为你在皇上身边做事，我就得敬你3分。我现在可不是那个过去被你们吆三喝四、辱骂训斥之后，连个屁都不敢放的红珠。我现在是个有名有分的答应，是你的主子，见了面儿你就必须给我请安，知道吗？这，奴才知罪。请红主子恕罪，奴才因为有急事回园。急事回园？怕是又去找那个什么兰贵人密谋吧？告诉你，安德兴，风向转了，就像我今日的红珠已非昔日的红珠一样，很快兰贵人也就不再是昔日的兰贵人了。你回去告诉他，最好啊，赶快准备准备后事，把该打的包袱皮打打，该收拾的衣服收拾收拾。变天了，弄不好啊，这霹雷闪电、晴天霹雳，很快就会随着来了。你最好再告诉他，让他最好啊，把膝盖头上都绑上2块棉垫子，到时候跪着的时候啊，弄不好功夫大了，这膝盖头啊就会血肉模糊的，听见了吗？这。给兰主子请安！快来！皇上怎么样啊？是龙体欠安呀，还是又被什么烦心的事儿缠上了？回兰主子话，万岁爷龙体康健，您就放心吧。那皇上说他什么时候回园子了？这个，回兰主子话，最近这太平军一直在南方闹事儿，各国列强又不断的给朝廷找麻烦，皇上一直在养心殿处理政务，日理万机。奴才看各地送来的奏折唐报堆得跟小山似的，奴才以为皇上最近一段时间恐怕是不会回园子。就是说，你就根本没问。那你临走的时候，我还特意嘱咐你，一定要问皇上什么时候回园子的。奴才有罪，奴才该死。看你今天的表现，一定是有什么事儿，为什么不能直说呀？我琢磨着，皇上不回园子，肯定不会是因为国家政务，要不然在圆明园里面一样可以早朝叫起儿啊，一样可以处理国家政务啊。当年乾隆爷1年中在园子里能待上300天呢，也没见着说皇上一进了园子就会沉迷享乐，不理政务了呀。是不是你听到什么风声了？要不就是太佛爷那儿又出了什么幺蛾子？你要是想见风使舵，你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兰儿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任何人，更不会连累你。兰主子息怒，奴才绝对不会做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奴才对兰主子的大恩大德永志不忘。行了行了，你用不着没完没了的跟我发誓，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回兰主子话，奴才要说了，您可千万别生气。我顶得住。宫里头最近到处都在传说，皇上下身得了脏病。这不是刚开始传的，这不是早就传了吗？难听的还不在这儿，那在哪儿啊？说这脏病是兰主子传给万岁爷的。我传的？正是，奴才也向万岁爷禀明说兰主子身体无恙，可奴才看万岁爷好像也怀疑自己这病是兰主子给传上的，于是奴才回园子之前，万岁爷还特别嘱咐奴才说让园子里的牙婆给兰主子验身。奴才看万岁爷没准还真是感觉到了什么，要不然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怀疑兰主子。皇上有1个多月都没回园子了，他根本无法知道我得没得这种病。他们要是这么肯定的说，一定是已经拿到了什么证据。依奴才之见，会不会是
说，快说。回兰主子话，您怀疑万岁爷有病，别人恐怕也怀疑。您想让奴才拿到太医院的药方，别人也想得到。奴才以为这药方恐怕已被别人捷足先登。你是说，已经有人偷了药方？奴才以为一定是这样，不然的话，他们不会认准了这脏病是兰主子传给万岁爷的。再者，兰主子现在也是有名分的贵人，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不可能随便的怀疑。因此，奴才觉得万岁爷身上有脏病的证据，肯定已经在他们手上。那会是谁偷的药方呢？你不是也说，药方都是皇上本人自己保存的，别人根本没法接触的？回兰主子话，偷药方的只有一个人，红珠。正是，奴才今天在出宫回园子之前碰见红珠了，他跟奴才说了一番话，那显然是在暗示奴才，在偷药方这件事上，他起码是手中一剑，不然他不会那么猖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说，让兰主子收拾东西准备准备。这您还不明白他的意思吗？启禀兰主子，奴才以为现在只有到刘福那儿，可能还能套出点话来。刘福？正是。他不是在宫里，这阵子没在园子里见过他呀。回兰主子话，奴才刚得到外差房大力太监的汇报，说刘总管今天已经回园子了。要不这么着，奴才现在就到他那儿去一趟。去刘福那儿？是。你是想从他的嘴里知道一些宫里的消息？正是。启禀大总管，九州青燕安宫监求见。啊，快叫他进来呀！快点。这，哎呦，小弟安德新，我在这儿给您请安。别介。各位，您这一到宫里去，一待就是个把月，见不着您呐，我这心里还真怪想的。这不，刚听那外差房的说您今儿回来了，我赶紧过来看看您，还给您提了2瓶好酒。嘿，那哪敢？正宗的绍兴花雕。哎呦，我这先谢了。哎，兄弟，一直说咱俩好好喝一喝。你看现在天凉了，火锅羊肉正好，一醉方休。对，来上台碗筷，沾您的光。哎，再把这菜拿走。来，兄弟，大酒桌先摆上。行嘞，来，咱哥俩先走一个啊。哎呦，来，这儿来，来上这个，哎呦，我自个儿来，哎。老哥哥，我是跟您比不了啊。您看看，眼时下这事儿，这不明摆着吗？啊，万岁爷把兰贵人就扔在园子里，自个儿进宫里，这么些日子不回来。依我看呐，万岁爷早晚得把兰贵人得背。哎，还是您老哥眼力好啊，料事如神呐。哎，可惜了我呀，当初没听您的话，我是搭错了车，上错了船。哎，现在这想起来啊，真是有点后悔。刘总管，您让我叫您一声老哥哥，
您无论如何得帮兄弟一把啊！你这话说哪儿？我来，走。我跟您挑明了说吧，兄弟，我不想在这园子里干了，我求您帮我挪个地方。往哪儿挪呀你？啊？你能走吗？你走了这戏怎么唱啊？嘿嘿，太佛爷上回给你官升2级，宫里的玩意儿送了你一大堆，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兰贵人那边一有点什么动静，你马上就能传出一信儿来。兰贵人这说法就完了，还避什么信儿啊？这不明摆着吗？时候到了，气数已尽到头了。对，什么都甭说，听我的，让你留你就留。哎，哥哥，让我留下行，可我就怕到时候我想走的时候可就走不了了。总管您是明白人，您料事如神，您见多识广，您告诉我，现在到底是万岁爷得了脏病啊，还是兰贵人得了脏病？这我弄不清楚。你是真傻，你是假傻呀，兄弟！我谁不一样啊？万岁爷、兰贵人，这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他们谁都跑不了。哥哥，您消息灵通，大概您也听说了。前一阵子兰贵人差我到宫外头去淘换秘方。您说主子说了，咱当奴才的不敢不做呀。我还确实淘换了些秘方治脏病。来，给我看。哎，今儿没带着呀。你瞧你要是带着的啊，只要咱打那里头能看出点什么来，我这么跟你说，我啊就上太佛爷那儿给你请个头功。哥哥，您还真想打万岁爷的主意？害怕了，兄弟。哎，是有那么点儿。您要是让我跟兰贵人作对，那我敢；跟万岁爷，我还真没长这胆子。各位，我劝您也小心点，咱这都这么大岁数了，犯不着自个儿非撞个南墙去。哎，不至于。你看也应该能看明白了啊。你说咱一当奴才的，敢跟万岁爷叫板吗？
奴才本来想接近火烛就能把它烧了，可是，那烧是没烧啊？就烧了一个角，那药方还在他手里头。干嘛不给烧了呀？那张纸不争气呀，着了一个角它就灭了。哎呀，你干嘛不就是吹两口啊？吹两口？奴才该死，奴才没想到。啊，算了，小点声。这可怎么办呢？现在证据在他们手上。明天，刘福进了园子，找到太医院，一看果然太可怕了。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办法呀！兰主子，您千万别急，奴才现在有个办法，立刻派个人到刘福那儿把药方偷出来毁掉。一旦他们手里没了证据，也就毁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现在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可是怎么个偷法？盼谁去呢？回兰主子话，奴才自小学过点武功，今天趁着刘福喝多了酒，我夜里就动手。你不能去，我身边就你一个得力的。万一你被他们抓着了，你搭上性命不说，也会给他们漏下把柄和口实的，到时候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回主子话，您是怕奴才被他们抓着了，受不住酷刑是吧？奴才不才，但是绝不会出卖主子，更不会出卖万岁爷。奴才早就准备好了。您看，一旦被他们抓住，奴才就将这丸药吃下去，一点痛苦没有，眨眼的功夫就去了。兰主子，现在只有将药方偷出来，才能救了您和万岁爷。奴才明白，此去凶多吉少。但是，到现在为止，兰主子对奴才的大恩大德还没报，这一次就全当奴才报效兰主子和万岁爷的恩典。你能有这份心，我替万岁爷谢过了。请受兰儿一拜。主子，使不得，千万使不得！您这可折杀奴才的。我真的是心里过不去。你这一去，不仅自己要搭上性命，你的家人可能……那我兰儿岂不是太对不起你们安家了？多谢兰主子还想着我们家人，奴才安德心替安家全家几十口子给兰主子叩头。起来，起来，起来！启禀兰主子，不瞒您说，我爹自打大牢出去以后，身体就一直不好。没过多久，他老人家就归了西。我爹死后，我就安排我们举家迁徙，搬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地方。奴才现在不怕连累家人。看来你为了今天早做好准备了。回兰主子，奴才现在是前无愁后无忧，上刀山下火海，只要能为主子和万岁爷效力，奴才万死不辞。你说，一定能行吗？主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您要是再犹豫，可就耽误大事了。好，就照你说的办。
启禀蓝主子，安公公来了。快让他进来。是。行了，你们都下去吧。是。给蓝主子请安。怎么样，办成了？那我可巧了，你看，说的是快着了。药方。回蓝主子，这药方有什么不妥吗？